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已经做了3期关于伊朗的视频了。那相信大家可以感到，虽然我们是在聊历史，但最后总是回归到心理机制上。今天我想和大家再聊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话题，就是怎样能够看见真实的他人。这个问题当然也隐含了一个前提，就是要真正的看见另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我们在去年4月份做过一个相关视频，就是关于无条件的爱。在那期视频里，我们论证了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指的应该是首先爱这个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并且鼓励这种复杂性，而不是用我们内心预设的一套人性模板去硬套对方。因为人只要成长，就必然会趋向于复杂，而不会永远停留在某种单纯的美好品质之中。这种建立在复杂性上的爱，其实超越了我们对一般的爱的理解。一般对爱的理解，往往是建立在具体的道德品质或者能力之上，比如我爱他的善良，富有同情心，我欣赏他拥有某种深刻的思想、价值观等等。这些当然是很宝贵的品质，然而这些都只是现象层面的，在这些现象之上，人还有一种本体层面的道德，就是持续不断的自我探索。而这种探索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否定自己已有的观念，让当事人变得更加困惑。但这种变化和复杂性才是人最深刻和内在的部分。比如一个一直以来都非常同情心，总是去体谅他人的人，有一天他可能突然觉察到了这种状态背后的内耗或讨好，于是他开始有意识的后退，变得似乎没那么有同情心了。在别人看来，他也许失去了那种单纯的美好，变得带刺了。但他正在经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需要通过否定那种无差别的同情，去建构另外一些同样很美好的品质，比如清晰的自我感，最终才能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共情能力。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主要想从反面的角度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真正看见别人是不容易的。之所以不容易，是因为我们在面对深度关系时，容易陷入2种模式，也就是理想化或贬低。这2种都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恋和匮乏所引起的投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容易看到这样粉转黑的例子：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爱得非常热烈，恨不得将自己全盘地托付给对方，爱到没有了自我。再比如某些粉丝对明星的喜欢，再比如在文革期间，人民和领袖的关系，退化为成千上万的儿童对一个理想化的慈父的爱戴。他们把对方视作完美的拯救者。然而，这种建立在理想化之上的爱是极其脆弱的，往往在某一刻，可能仅仅是因为对方展现出了某种不符合他们期待的真实人性，或者流露出了某种我们前面所说的复杂性，那么这种强烈的爱就可以无缝切换为一种强烈的恨意与厌恶。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理想化和贬低的心理机制。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不过在探讨这种机制前呢，我想先举一个非常常见的案例。一位曾经有着家暴和霸凌创伤的男生遇到了另一个单位的女生。当这位女生向他表现出对职场的厌倦时，他感到这位女生的善良，以及在现实中遭人嫉妒的无辜和受害感。于是男生很强烈地想要帮助这位女孩，然而女生虽然抱怨工作的不容易，却并没有对晋升和名利有那么强烈的渴望，也没有接受她的帮助，更多的只是礼貌的回应。当女生提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其他一些生活事件时，男生也会将女生的特点套在那个有才华但被嫉恨的传统剧本，并以此回应对方，而且感到彼此心意相通。相信大家可以感到，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误认。由于男生自己曾经遭遇极度的无力感，他对于同样遭受困境的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并希望拯救对方。然而一个人执着在这种拯救者叙事之中，他其实在原则上可以从许多人的人生故事中都看到相似的东西，并感到灵魂的共振。
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有一些被他人低估、轻视和不喜欢，并为此感到痛苦的时刻，但这种投射与真正的灵魂共鸣有着很大的距离。由于缺乏建立在真实互动上的情感共鸣，两人的关系自然难以推进。于是，男生送给女孩一份相当昂贵的礼物，试图表达自己的祝福并拉近关系。然而，女生收了礼物后只是礼貌性的回复，但却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一段时间后，当男生再次试图约女生出来，女生委婉拒绝了，这让男生感到强烈的伤心、委屈和难过。于是，男生开始怀疑，这个女生是不是有很多的追求者，礼物多的是，所以嫌弃我送的礼物太廉价并轻视我呢？他越想越觉得生气和不满。当然，我们客观地说，这个女生的做法是很不妥的。如果没有进一步交往的意愿，轻易收下来自异性的昂贵礼物，是会给对方造成严重误解的。而男生体验到的愤怒，当然也是非常真实的。他早期被粗暴对待和轻视的创伤体验被彻底激活了。不过，如果我们从心理动力的角度来看，男生在这里的心态转变，展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从理想化到贬低的切换。原先，他感到这位女生既无辜又可爱，对这位女生充满了喜欢和保护欲，甚至有牺牲自我的冲动。然而一瞬间，女生的形象就反转成了一个势利、傲慢、冷酷、轻视他的坏女人。为什么同一个人，在他眼里可以从天使瞬间变成魔鬼？为什么一个人对他人的看法和感知会如此轻易地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呢？我们需要引入精神分析中的一个概念，客体恒常性 （object constancy）。所谓的客体是与我们的自体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把客体理解为他人或者外部世界。在正常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儿童会逐渐把对母亲或者说照顾者的好体验和坏体验整合在一起。比如，那个温柔安抚我的母亲和那个因为疲惫而对我发脾气的母亲，其实是同一个完整的，既有优点又有局限性的真实的人。当儿童能够在内心中建立起这样一个完整的客体形象时，这就标志着他们获得了客体恒常性。拥有了客体恒常性的人，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能够承受真实人际互动带来的挫折和失望，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笃定感。虽然有时候自己会对对方展现出的阴影面感到意外和惊讶，但自己会试图尝试在原来对对方的看法的基础上修改，试图将新现象纳入到原有认知之中，而不是直接彻底颠覆对对方的认识，感到对方是不可预测的魔鬼。这种认知上的恒常性和稳定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在原始社会，人类感到自然界是极其神秘、变幻莫测的。就拿水来说，大自然一会儿降下滋润万物的甘霖，一会儿又爆发吞噬一切的洪水，可以说是绝对的阴晴不定。这种极度的不可预测，会在人的内心中引起一种永恒的恐惧。为了安抚这种恐惧，人们对于这种神秘莫测又有巨大威力的存在，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始宗教，也就是将这种神秘力量给拟人化为河神、水神等等。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水的认知已经达到了分子水平，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性质了。我们知道，不论水的形态如何变化，它都有一些相对不变的属性。这种对稳定性的把握，极大地解放了我们的心智。我们不再时刻处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之中。当然，科学还在发展，我们对水或者对物质世界的认知还有无限的进步空间。但这种未来的进步，必定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微调和深化，而不是每天都在对事物的认知进行极端的颠覆和震荡，一会儿觉得它极好，一会儿极坏。这和我们认识一个具体的人是相同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观察到一个人今天非常高兴，但我不能草率地定义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人会天天高兴，高兴仅仅是他处于一个特定时空下的情绪状态。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很不高兴，
甚至有些阴郁。对于一个缺乏客体恒常性的人来说，这种表象的变化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颠覆，但实际上，对方的本质根本没有任何改变，因为高兴与否本来就不是人的本质。我们应当去寻找一个超出高兴和不高兴之上的概念来理解对方。然而，对于身处不安全成长环境的个体来说，对客体的好与坏的体验是难以整合的。面对施虐性的父母，儿童会发展出分裂或者原始理想化这些原始的心理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所谓分裂，就是当事人对同一个人的态度从一个极端倒转到另一个极端，并且当事人在每一个阶段里都沉浸其中，感受不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矛盾。在早期，儿童会把施虐性父母那偶尔对自己好的方面无限放大，这正是一种原始理想化。如果儿童意识到父母有憎恨和仇视自己的一面，儿童就会感到巨大的绝望。为了活下去，儿童必须强行地把父母理想化，强烈地想和父母融合，而父母那可怕的阴暗面则被投射到外界。通过这一系列机制，儿童得以暂时地恢复了内心的平衡，但代价是儿童可能会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这让我想到一位女性朋友，她有一个从小对她家暴的父亲和精神不正常的母亲。长大后的她仍然认同父亲，但却对日本有着强烈的仇恨，并且她非常相信日本在中国潜伏着一支军队，随时可能摧毁和颠覆中国社会。其实这个军队就是施虐性父亲的化身。当儿童长大后，具备了独立的生存能力，并开始进入亲密关系，早年被压抑的依恋系统被全面激活，而亲密关系就成了他用来解决早年核心冲突的容器。此时，由于爱的匮乏，他一方面有强烈的融合需要，把自己对完美父母的极度渴望转嫁给伴侣，并希望伴侣能无条件地满足自己。然而他并没有真的看见对方的存在，他对于对方的更多的性格、兴趣、爱好、想法都缺乏进一步的好奇心和兴趣，而是急匆匆地给对方一个标签、一个定论，试图仅仅通过少量的信息就把对方纳入到自己那个理想化的框架里。由于没有任何人能符合这个标签，于是他的那种理想化的幻觉是很容易破灭的。当他发现对方并不满足自己的幻想时，早年对坏父母的所积累的暴怒和恨意也就倾泻而出。这当然是非常糟糕的状态，不过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这种偏执分裂的特质有时会被掩盖。当事人那种非黑即白的极端、爱恨分明的浓烈，往往会被误认为是一种个性、敢爱敢恨的魅力，而习惯性承受矛盾和复杂性，对自我有更多审视的人，则更可能充满了怀疑、困惑、内省。因而在那些把大起大落和疯狂视为浪漫的人看来，就显得没有那么酷。但真正的成熟，恰恰是需要耐受住那些灰度与复杂性的。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一个反直觉的话题，为什么压抑是一种相当高级的心理机制。不过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探讨理想化与贬低，并不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给前任或者自己做诊断的工具。有些朋友可能会感到担忧，如果自己在某段关系破裂时，内心里真的对对方产生过极其激烈的，甚至想要毁灭对方的仇恨与贬低，是不是已经陷入病态了？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内心里体验到多么极致的恨意和幻灭，只要你还在尝试用语言去描述它，只要你还在试图对他人倾诉或者分析这种仇恨的来源，而不是直接去诉诸毁灭性的行动，那么就说明了你本身是健康和成熟的。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
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